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雷。今天我们做期铁坑视频，了解雅马哈 Niking。说到 Niking 这款车，雅马哈对它的称呼并不是三轮车，因为雅马哈认为三轮车是不可以压弯的，而 Niking 可以，所以雅马哈澄清过无数次。好的，既然这样，我们聊一下可压弯的三轮雅马哈 Niking。其实这台车给人最震惊的地方就是前转向结构，雅马哈把这个转向结构称之为阿克曼系统。其实这个阿克曼转向结构，它也会摔跤，它不是不倒翁的结构，并且实际不管推还是骑行，它的切头都很重，所以网上传也不倒翁是假的。因为我骑的这台有人就摔过，并且骑这台车低速转弯更容易摔，所以骑惯了别的车，这台车要稍微适应一下。并且它的最大压弯倾角只有45度，这个主要是阿克曼转向结构，它的最大倾角只支持45度。直观点来说，普通踏板可以压到40度，大部分街车可以压到50度，一般我们骑的跑车可以压到55度。WSBK 的跑车可以压到61度 ，MotoGP 的跑车可以压到64度。目前最牛掰的是马奎斯，可以压到68度左右。这也说明它的最大倾角属于中低级别，不过整体稳定性要比同款的 MT-09 更高。放个视频大家感受一下。除此以外，它的发动机用的是与 MT-09 同款，只是发动机调教不一样。Niking 是一台液冷 847cc 四冲程直列三缸发动机，每缸4个气码，最大马力10120转，爆发115匹，最大扭矩8500转，爆发87.5牛米，6速变速箱，座椅高度820，离地间隙15厘米，整车装备总重量263公斤，油箱容量18.1升。出厂标配2级的轻力控制系统，巡航定速，快速换挡。ABS 行驶模式包括电动节气门，因为是3个车轮，所以它的 ABS 是分别控制的。另外，这台车虽然最大倾角只有45度，但是得益于更好的抓地力，所以你可以拥有更高的转弯速度。另外，这个阿克曼转向结构，你可以理解为倾斜的多轮技术。它这个转向结构是由2个巨大的交连杆、2个转向头、多个拉杆，包括4个减震器。最下面这个最细的黄色的是转向拉杆，上面2个是平行四边形的杠杆设计。这2个连杆主要的作用是可以保证倾斜时2个前轮之间的距离可以保持不变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这套系统增加了多少额外重量。说完了平衡，说下转向。它的转向结构用的是倾斜轴，就是拉杆连接的绿色这关节，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偏置转向关节。这样的设计据说有助于前轮始终保持在一条直线上。另外，它的减震器每边各2个，前面这一根是转向减震器，后面这一根是主力的减震器。但是这2杆又同时具有减震效果，这样的设计据说转弯的时候会更加灵敏。另外，它的车架是用了钢管车架加铸造车架，这2种结合可以提高更好的稳定性，包括柔韧性。但是实际骑行我是没感觉出来，可能我的骑行感觉没到那个水平。它的后摆臂用的是铝制摆臂，反正是一副车架用了3种不同的材料，不过这个铝制摆臂主要是抗扭程度更好。刚才转向系统可能看得比较懵一点，它的转向轴分为3个，中间2个，两边各1个，使用最下面的连杆进行串联，连杆两边各有2个转向头，而上面2个转向机盒主要负责轮胎之间的动态倾斜。这套系统雅马哈称之为阿克曼转向结构，说的直白一点，倾斜是动态的，但是转弯靠的是车把。它没有放上面的转弯结构，就是一个正常的上3星用杆连杆拉动这个结构。我是没有拆人家利克老板那台车，不然能给大家说得更明白。说到这儿，先给大家听一下这个3缸的发动机声浪。视频最后总结一下，雅马哈这个前面的双轮，它自己称之为双戒结构，就像大师的2把戒一样，并且这个设计的初衷是为了提高抓地力，包括你转弯的信心，并且让你骑车可以保持自然的转向感。但是真实的情况，兄弟，你得慢慢适应。以我个人来骑，前面2个轮胎不会给你潜意识的信心，而是会给你潜意识的害怕。尤其转弯的时候，直线也会好一些，因为速度下来，车变重，你总觉得它会倒车，不过实际上它不会，你只是过不去那个坎而已。而这个就是一个适应的过程，就像一直以来你都是1 v 1，突然给你整了个2匹双飞，这个时候你难免会有小刺激、小紧张、小兴奋，但是随着愈发熟练，你就会变得手到擒来，给它拿捏死死的，时不时来个老汉翘头，时不时来个蜻蜓摆尾，刺激。此时此刻你会发现还是小着板会玩。重要的是2个轮胎的间距是41厘米，你品，你细品，这个间距刚刚好。最后动力部分，3缸发动机低扭充足，高转有劲，声浪迷人，并且它的骑行姿势还是台街车，滤震效果一般。这么好的车没有 TFT 液晶屏幕，用的是一块 LCD 的屏幕，不过这个屏幕符合雅马哈的调性，但是对于一些模式设置，你得拿到车把玩一段时间。不过这台车它的回头率很高，因为这种结构实属少见。另外 Niking 的车型还有台 Niking GT， 它的挡风玻璃略有加高，还可以挂3箱。
你可以当做一台旅行车来骑。最后它的重量是要比 MT-09重了70公斤，而这70公斤主要重在了阿克曼转向结构。以上观点仅代表个人2个小时骑行，具体实际骑行体验大家以试骑为主。下期预告宝马 G650，感谢观看，拜拜，再见。